谁懂啊？王一博的冷幽默真的藏不住。要说内娱反差萌天花板，王一博必须拥有姓名。明明走的是高冷酷盖路线，却总在不经意间贡献笑料，让人越品越上头。跨年晚会刚结束第一个节目，他就迈着大长腿狂奔下场，只为赶下一个舞台。全场绿灯牌亮起来，活脱脱把他变成了行走的小绿人。金鸡奖采访更是名场面，被问入围感受，一句非常荣幸循环播放，主持人追问工作计划，他紧张到语塞，两人客气的像在商务谈判。最后主持人都笑称不敢多问了，私下里的他更是笑点密集，和王俊凯、王源打牌，输了乖乖去打饭，还吐槽饭量太大，怕挡别人镜头，转身弯腰大跨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全程被拍。比赛用左手夹豆子，比着比着就把杯子拉到自己跟前。作弊看到竹叶青蛇，一边说有点害怕，一边又忍不住凑过去观察，还念当我喜欢绿色，太漂亮了。他不是不会说话，只是自带冷幽默 buff， 爬雪山高反嘴都紫了。记者问他是不是没吃过苦，他对一句知道苦瓜吗？负重度和忘脱外套，吹了2次气垫船，肺活量先耗一半，被老师夸一句好快，立马干劲十足。你要这么说，我可来劲了。这样又酷又憨的王一博，谁能不爱？你被他哪个名场面笑到了？快来评论区聊聊，谁懂啊？王一博这4种人格简直像开了挂。要说内娱反差感天花板，首选的应是王一博。这哥的人生就像拆盲盒，4种毫不相干的人格叠 buff， 直接把人生旷野玩明白了。前些阵子央视贴脸镜头刷屏，金贵优雅的皮囊里藏着舞者的自由灵魂，野心与贵气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他喜欢摩托车，就成了职业赛车手，拿下亚洲锦标赛新人组冠军。85号赛车服一穿，赛道上全是他的飒爽身影。爱上滑板就当起推广大使，为中国滑板队出征奥运积分赛加油打气。这2年更绝，从地面运动转战野外，自由潜冰川，攀冰样样来，还在阳朔首攀猴子山，拿下红点证书。攀岩时卡在岩壁上，稳如泰山，妥妥的户外探险家。刚在岩壁上待了2月，回来收拾就去巴黎时装周嘎嘎乱杀。不到1年，集齐香奈儿4大高级成衣系列大满贯，时尚贵气感拉满。别忘了他还是顶级舞者，13岁闯进街舞16强，和法国街舞战神步步同台都不落下风，更是央视认可的实力派演员，拿过华表奖、金鸡奖影帝提名，还和宋佳一起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会议。28岁就把体育升时尚宠儿，顶级舞者、优秀演员，4种人生过到极致，这生命厚度谁看了不羡慕？你最羡慕王一博哪个人格？快来评论区聊聊。王一博疑似不续约，让乐华股价下跌，更让杜华破防。如果说吹别人商业价值，多少带点夸张成分，但在王一博这里，那是真干的要命。巅峰期手握43只商务，如今经济下行却依旧稳定在层的30多只。近期奥迪连续第7年续约第3年并升级首席最高 title。SKG 到期，隔了几年又回签，更是品牌。出去逛了一圈回来，发现内娱顶，刘一就是他的商务圈神话。今年王一博到期代言续约率超过惊人的90%，5年以上的代言多到能养活按个流量，真正一手扛起乐华24年60%的总营收，一手扛起30多支粘性代言品牌的标杆形象，能让香奈儿为他破格待遇，也能带着真维斯在2024线上销售额达60亿。走到哪他都是当之无愧的财报爷，也怪不得有人说乐华最大的商业机密就是王一博的合约。不过人红就是言论多，有人说王一博不进组光接代言，王一博打造户外岩羊人设就是为了接代言，不是岩羊赛车手，人设是想造就造得出来的吗？而且如果能造乐华，会不直接去 copy 一个 2.0 吗？另外王一博虽然年轻，但是作品出奇的血厚，口碑加长饼都不俗，这就是爆火靠运气，长饼靠实力的最佳体现。所以你要说王一博到期不续约，那这下乐华大楼是真要炸了。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明白王一博目前面临的情况了的，以自己的能量发声罢了。不过没想到还真出现了不少以王一博粉丝之名来指责我，给王一博招黑的，还说我是黑粉引导粉丝的。Excuse me 好吧 fine， 我这样的都能被打成王一博黑粉，那我也是真的没招了，只能尊重了。毕竟都是成年人了，不想辩论对错，就想来论论立场观。毕竟我想来想去，
可能真的只有当人带入月华立场时，才会理所当然觉得粉丝现在希望王一博不续约，确实是影响不好。毕竟股价反馈就是最直观的。不过还会有人同情杜华的，那我是真没招。毕竟我们双方立场不同，建议你不要看我视频划过就好，不要以王一博粉丝立场来指点我，毕竟你也不容易，还担心人家股价咋收场，怕这怕那的。咋啦？你是月华股东吗？但真的好想说，任何时候建议普通人永远不要同情所谓的老板和资本家，公司的目的就是盈利，价值够了，王一博是刀他也会忍着，但价值不够的那只会是他的鱼肉。看到他在热搜上自曝自家女团出道6年，领工资还要还公司的钱，还觉得理直气壮的样子，你就应该明白了。也正是那一次解答了以前我不理解的，为什么王一博13岁就作为第一批练习签约和公司一起成长，出道几年后在北京住的都还是破筒子楼的疑惑，还有指责一些粉丝总叫杜华为李华啥的，不尊重人。那你是根本不知道李华这个外号的来源。成年人的尊重都是相互的，作为公司老板，自诩王一博经济第一人。在当年王一博有匪上映的时候，朋友圈他宣传片，连王一博饰演的角色谢允都不记得，把角色叫做周允，被曝光后道歉说啥知错就改。回头快乐大本营一着急，又把谢允叫做林允，就这样对王一博角色的好不上心，再以不尊重。就这样的工作态度，你觉得他在王一博发展上到底出了多大力呢？特别是公司因为王一博起来还上市后，杜华真的好像沉迷在自己大女主的那个女总裁剧本中今时未实现的女明星梦，在一群糊糊艺人那边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就像唯一的解啥的哄他是真有效，但本职工作是幕后经济，业务是服务艺人的公司负责人。他从对外情商智商到舆情管控，对内公司管理团队建设，干啥啥不行，反而最喜欢就是活跃在短视频也好，综艺也罢，很会很享受的一直嘚瑟自己非常红，比自家艺人还红，这都能当成就感，只能说无语了。关键走到哪都打上王一博的老板标签，王一博不仅是他财神爷，也是他最拿得出手的时尚奢侈品，一样为自己标身价，都说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杜华的命运，月华的未来，总有他们自己要走的路。王一博28岁的人生已经给了月华15年了，也给月华赚了10几亿了，用的都是人生最好的15年，而他的人生又有几个15年呢？所以说合作时看共赢，分裂时看立场。已经上市后的乐华为了稳定股价，他的战略就是要在顶梁柱支撑下多元化发展，让市场大公司除去王一博以外的赚钱能力。王一博作为艺人是求自己的发展，很多事情成年人不讲对错，只讲立场，他们双方在目前阶段立场就是越来越不同了。所以你不赞同，我可以以杜华的粉丝立场来说我认偏心，毕竟我确实有我的立场，但以王一博之名，我还真不认。以上就这样吧，不然我还能咋的？王一博身上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他好像跟普通人真的不一样，也许就是因为努力专注是他的常态，他的生命能量总能聚焦，他总有心力和意愿将事情做到极致，并不断体验达到极致的感觉。还记得他在说拍摄电影《人鱼》痛苦时的那种傲娇和成就感吗？聪明如他，当然知道自己痛苦的感受是源于自己对角色毫无保留的沉浸与投入。他说这句话时并不包含丝毫的抱怨，而是成就满满，并且为自己的投入感到无比自豪。如果你以为的痛苦只是表面的痛苦，并认为他是在抱怨或是不喜欢，那么你不了解王一博。李安导演曾在采访中说过，梁朝伟跟他提及自己在拍摄过程中的痛苦，李安导演说这是最优秀的演员才会有的感受。对，这是最优秀的演员才会有的感受。努力专注投入的人是幸福的，做到极致的过程是美妙的。你总会觉得王一博身上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他好像跟普通人真的是不一样，那是因为极致把他的心醋练成这样一个让旁人看起来也无比美妙的人。